摊的吗？给我干哪儿来了？乡亲们，皇神发怒不是没缘由，罪魁祸首就是他！杀了他！只有除了这灾星，我家孩子才有活路！我不认识你们，抓错人了！妖物最会狡辩，他无疾无根，身上异色与蝗虫如出一辙。这场蝗灾定是他招来的祸端。神经病啊！我穿的明明是雄文暗鞘，跟蝗虫哪点像了？大人，此人来历不明。昨夜他一来，今早蝗虫遮天，城南又死了17户。今日不济，民心压不住，蝗灾除不尽啊！你是朝廷命官，听他随口2句煽动就要取人性命，证据呢？大人，灾民撑不住了，再拖下去，县城就乱了。大人啊，我一家5口死了3个，你得给他们行进！皇神在上，今日以来行献祭，祈求神灵退灾救民，保我县百姓平安。炸蚂蚱，夜市上有人专点这个下酒。这些人怕的不是蝗虫，怕的是没饭吃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满天飞的、地上爬的，全是能入口的东西。落大！等等！等等！蝗虫能吃！啥？别让妖物乱叫！蝗虫能吃，能下锅，能当饭。妖言惑众！3年前东沟有人偷吃神虫，3日腹痛而死，吃了神虫天要降罚，全县遭殃。你不敢吃，就让大家饿死。你们要是不信我，我就先吃给你们看。你先吃，你不怕死？我现在不吃也要被砍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大人，给我1口锅，1点油，1把火，我当着全县人的面吃。如果我真被毒死，到时候再杀我也不耽误祭神。大人，不能让他开这个头。暂缓行刑，让他先吃。他若被毒死，本官亲自斩他祭神。架锅烧油。只给你半刻钟，若敢耍我，定叫你万劫不复。大人，油是祭神用的，不能拿来炸蝗虫啊！惹怒了皇神，全县都要倒霉。油献了这么久，神给你们凉了吗？哎，别乱想，皇上等会儿给你全搅碎了。那你来啊！大人，你先让他把我解开。油温够了，把这些全倒进去。看见没有？蝗虫在挣扎，皇神发怒啦！火别小，可惜没调料。要是撒上孜然辣椒，保管你这神棍香的说不出话。这玩意儿该不会真的能吃吧？没盐，火候有点老了，不过能吃，比树皮草根强。他当然没事，蝗灾本就是他招来的，他吃了不死，不代表你们也没事。万一中毒，老人孩子怎么办？谁敢拿全家赌？娘，我饿。小宝乖，那不能吃，吃了会死。饿也会死。小宝，姐姐，我想吃。千万别吃，小宝，那求你别吃。孩子吃了出事就晚了。慢点嚼，烫。他果然中毒了。大人，诸位乡亲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违逆皇神的后果。这妖女想拉着我们全县陪葬，现在收手，或许还能平息神怒。若再迟疑，这孽障就是前朝之鉴。小宝，我的儿啊，娘不该让你吃，娘不该松手啊！大胆妖女，你竟敢毒害幼童！我现在就把你砍了祭神！你们瞎了！
中毒。垂死挣扎，神罚面前狡辩无用。娘，好香，我还想吃。他竟然没死，那些虫真的能吃？当然能吃，只要是活的、干净的蝗虫，炸熟之后都能吃。大人，要是让这些灾民自己抓蝗虫，衙门再出点粥，或许真的能抑制灾情。你也疯了！这些蝗虫能够多少人吃？那就看大人敢不敢立规矩了。大人，不能听他的，灾民会乱的。不抓，蝗虫吃苗；抓了，人吃蝗虫。大人是想让他们今晚冲粮仓，还是让他们今晚去抓虫？少卖关子！都听着，不想饿肚子的，就去抓活蝗虫过来换粥喝，死臭的都不收，掺泥掺草的不收，谁敢拿烂虫糊弄，后头一口别想分。抓了真给吃的？大人，先稳住，今天再说。你继续说。1斤活蝗虫换1碗粥，10斤活蝗虫换1串炸黄。真给？真给。大人，你有粮，今晚抓，明早到县衙前过秤，活的干净的才算数。谁闹事谁抢国，先打出去！给我点，我先看见他，我还等着粥呢。别踩我啊！糟糕，场面一乱，县令必定反悔。所有人住手！现在哄抢，明早谁也换不到粥。抢锅的不给，抢别人袋子的不给，挤倒孩子的也不给。凭啥你说不给就不给？县太爷在这儿，粮在衙门，你问我凭啥？大人，现在场面这么乱，明早粮仓肯定会更堵。要不先让他们回去，咱们再想办法。现在赶走，他们不会回家睡，只会去粮仓门口坐着。你一句1斤1碗，把人弄成这样，本官怎么知道你不是故意搅事？他们都快饿疯了，你给他们袋子，他们就去抓虫；不给，他们就盯着粮仓。与其这样，不知今晚就开始施粥，只有填饱肚子，他们才能安生。去熬粥。所有人排队，想换粥就按我说的来。倒出来的蝗虫都要再挑一遍，活的才能上秤。称完给他们挨个记上，让他们按量领粥。1斤活黄1碗粥，10斤活黄另给1串炸黄。得罪皇神，你们可别后悔。明天谁肚子疼，谁发热，谁家孩子出事儿，都别哭着来找我。我先来。1斤整。慢点儿，没人抢你的。真给了，1斤真能换粥。师傅，他们都去换粥了。记住，今天喝粥的、吃虫的，一个都别漏。明天谁肚子疼、谁发热、谁摔跤，就让全城都知道。蝗虫是皇神的身子，谁敢吃谁就遭报应。王婆子、张家老二，还有那个抱娃的，皇神都记上了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昨夜有人用妖言惑众，逼你们吃皇神。皇神降灾是叫人悔罪，你们饿，神知道。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神也会记账。你昨夜吃了，你也吃了，他怀里那孩子也沾了神虫的气。难道真的是记账？昨晚那么乱，他都说中了。我不吃了，我也不吃了。停锅！大人，锅不能停。你还敢说不能停？若今日闹出民变，本官先拿你祭旗。他不是神，他是昨夜派人记了名。妖人还敢污蔑神谕！大家都看清楚，昨晚我第一个吃炸黄，今早我还站在这儿，现在巫师也吃了炸黄，他也没死。昨晚你是第一个吃蝗虫的，肚子疼没？吐没？发热没？没有，我还帮娘抓了1夜蝗虫。我也吃了，没事儿。你们呢？
昨夜记账的是主簿，你一个巫教徒弟，手上哪来的墨？你喊得这么准，是神告诉你的，还是你昨晚躲在后面一笔一笔记的？神眼无处不在。那神眼怎么没有看见这些饿死的灾民？他怕了，他真的在骗人。他刚刚吃了蝗虫，他也没死。各位，神如果保佑不了我们，我们就要自救。现在大家都排好队，咱们上秤，称皇。好，赶快把这件事告诉粮店的王掌柜。是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！巫师刚刚被逼着吃了蝗虫没出事，灾民又开始抓蝗虫了。这个装神弄鬼的巫师，竟然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！求求掌柜的，给点粮！一群泥腿子，真以为抓几只虫就能活？等他们抓不动了，等县衙的周悉的召见人影，等家里老人孩子没气儿，他们自然会来。求求掌柜的，给点粮食吧！别跪了，县阳周鹏招人，抓蝗虫给粥，做工给钱。陆姑娘还说了，抓虫、挑虫、洗虫、烧火、分粥都记功，老人也能喝到粥。挑虫也行，当然行。等等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挑草叶。回来，县衙能给你们几个钱？县衙靠什么收拢人心？靠粥，靠炸黄。他们用油多还舍得放米，灾民都是冲着填饱肚子去的。油铺那边，谁家欠着我的账？刘记油铺欠咱们200两，城南小油塘租的也是我们的铺面。告诉他们，明日起县衙来买油，让他们一滴也别卖。咱们店里的粮食价格翻倍。是，等等，记得把这件事告诉巫师。是，陆之卫，不管你是何方神识，敢断我的财路，我就断了你的活路。油没了，米也没了，那还吃个屁呀！抓了一早上，肉都割破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看见没有？没有了粮食，灾星就现原形了。看见没有？你们吃黄，黄神怒了，第2波神罚要来了。天怎么黑了？完了，这回真完了！王家粮店还有粮，大家快去买呀！没钱的拿田契换，先保命再说。停过，关了城门，把人控制住。不能停！你还敢拦本官？要是灾民出了问题，本官先拿你试问。关了城门，蝗虫照样飞进来，老百姓照样没吃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放他们出去，继续抓蝗虫。现在没有米油，即便是他们去抓，我们又能拿什么来换？谁说没有油就吃不了蝗虫？老娘一个21世纪知名摊主，还能让你1桶油给难住？大柱，去把祭坛边上那些台阶烂板拆了，能烧的全搬来。那祭坛是县里旧物。大人，现在是留着给巫师摇铃重要，还是烧火给百姓吃饭重要？拆烂的，梁柱不许动。陆之卫，你敢毁祭坛？你的神要是真心疼人，就先把油和米送来，这个叫炭烤，不放油，火别太猛就擎翻，烤干了就能吃。怎么样？没油炸的香，可顶饿。大人尝一只。能入口。县太爷都吃了，给我尝一只。抓了半筐。大姐别急，除了炭烤，这蝗虫还有别的吃法。还好县衙还剩一些面粉，也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了。好吃！我要换饼！我抓了10斤蝗虫，让我先换！排队，都先排队！你还有你，都往后退半步。怎么样啊，大人？我这处理方法还不错吧？哼，不过换个吃法而已。等府衙的面粉用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是啊，这面粉最多再撑7天。
我必须尽快找到其他的主食才行。从现在起，周棚改叫蝗虫干粮棚，所有人凭抓黄和劳动换签。李大娘，你负责带人做饭，所有灾民凭签换饼。好，主簿，你负责记录，一旦发现有人拿死臭充宿的，立刻没收全部蝗虫。是，卑职明白。孟苍，你负责维持秩序，谁闹事赶出去。是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！那陆之卫竟然把蝗虫晒干后磨粉做成了饼，那些灾民不仅没散，反而去的更多了。好一个陆之卫，没想到还真有几分本事。断粮压不垮你，那我就搞别的。哼，你去找几个人，明天早上。我先来的，我昨晚就排着。放屁！你筐里有死虫，凭啥一样计钱？有人偷签，他刚才领过了。老子抓了一晚上蝗虫，多拿2根签咋了？谁再往前挤，今天别领签。老子作为巡视组的组长，谁要是再不守规矩，可别怪我的大刀不长眼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巡视组每天分早晚2批，不间断在周棚巡逻，以防再有人捣乱。是。是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陆姐姐，我没事儿。那就好。这是土豆？什么土豆？这个是我在山里挖的土疙瘩，不能吃的，吃了肚子会痛痛。肚子痛，想必是有人吃了发芽的土豆，食物中毒，所以大家才不敢吃。小宝，姐姐向你保证，这东西吃了不仅不会中毒，而且还能让你馋得流口水。流口水？大柱，借你的刀一用。李大娘，火再稍旺点儿。陆之王，那玩意儿可吃不得。上个月村东头的二赖子就是吃了这土疙瘩，半夜捂着肚子打滚，天没亮就没了。姑娘，这东西有毒，吃了会死人的。小宝前几天还差点误食，被我打了1巴掌呢。我就说这妖女邪性，蝗虫不够她害了，现在连毒土疙瘩都敢端上来。乡亲们，她这是要大家的命啊！死不了，这土豆只有发了芽的才有毒，这些没发芽的不仅能吃，而且比蝗虫还顶饿呢。狡辩，同样是毒疙瘩，怎么可能没毒？我看你就是想害死大家。香。姐姐，真的不痛痛吗？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来尝尝。甜，娘好吃，肚子暖暖的不痛痛。真的好吃，不苦也不麻嘴。给我也尝尝。俺也要，俺拿蝗虫换。这土疙瘩真是粮食，俺家后山多的是。别上当，这是缓毒，过会儿就该发作了。掌柜的，都看见了，那妖女把山里的毒土疙瘩做成吃食了。百姓本来最怕那东西，谁知道她削皮去芽，石板烤熟，自己先吃了，而且半点事儿没有。现在全城灾民都疯了，都说山里遍地是粮食，个个都去山里挖土豆，回来换饼换吃的，咱们的粮一粒都没人买了。好得很。先是蝗虫，现在又是土疙瘩，这陆之卫是铁了心要跟我王家作对，断我的财路。掌柜的，那现在咋办？软法子治不住他，那就来硬的。我有的是手段，叫他彻底翻不了身。来了，最后一道菜，土豆炖鸡。穿越这么久，终于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了。大家都别愣着，快吃快吃！
好吃。不好意思啊，陆之味儿，让你这么辛苦。没关系，这顿饭本来就是为了犒劳大家嘛。要谢的话，也应该谢县令。原本这些菜就是他出的。小事小事，只可惜现在条件艰苦，县衙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了。没有，已经很好了，大人爷爷，这是小宝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。大人，各位，吃饱了，咱们也得谈谈接下来的计划。接下来的计划？没错，眼下抓黄换粮的法子虽然稳住了局面，但并就是拆东墙补西墙，不是长久之计。这点本官也忧心。油行官办，粮价暴涨，县衙存的白面也撑不了几日。哼，这该死的奸商，真想一刀砍了他！唉，我又何尝不想？只是这王掌柜背后有宁王撑腰，他咬死了店里没有粮食，我也不好强行处理。所以说，我们如今的米和油依然短缺，山里的土豆挖光了也就没了。大家要想真正活下去，就必须开源节流。开源节流？咋开？总不能再变出点吃的它来吧？不用变，咱们可以把现有的东西卖出去。啊！蝗虫过境，受灾的地方可不止咱们这一个地方，附近乡镇还在饿肚子的人肯定不少。要是咱们能把这蝗虫和土豆卖出去，妙啊！让灾民抓蝗虫赚钱，再用换来的钱买米赈济灾民，这计划好。你继续说。还有，趁着现在大家吃饱了有力气，我想请大人出告示，号召所有灾民开荒种土豆。这土豆喜旱不喜涝，只要种下去，不出3月就能收获，到时就能彻底解决这一城的粮食危机。好，就依你之言，主簿，明日便拟告示，全县漳州壮头吏垦荒种黍。遵命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天爷啊，真的是雨！下雨了！整整1年了，终于下雨了。这下不仅旱灾能缓解，就连那些蝗虫也能死上大半。是啊，只是都说大旱之后必有大涝，希望这雨别出什么祸端，让好事变坏事。下！这都10天了，还在下。这雨不停，地种不了，山里的野土豆也快挖空了，往后可咋活呀？是啊，蝗虫被雨打没了，没得换粮，土豆也快绝了，再耗下去又要饿肚子了。连日暴雨，土地积水，土豆种下去只会烂种，短期内根本没法育苗成活。现在县衙的面也不多了，蝗虫变少，野土豆枯竭，我必须立刻找到新的吃食来源。田里找不到吃的，咱们就去山里找。山里？没错，上次小宝就是在深山深处挖到的土豆，现在正值雨季，说不定咱们进去找点新的东西。姑娘，这大雨天进山，山路打滑，太危险了。而且山里能有啥能吃的？能吃的早就被挖光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去碰碰运气了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小宝也去。是魔芋！别碰，那是毒魔草，碰不得。是啊，姑娘，这东西剧毒，村里人都知道，摸了手痒起泡，吃了直接死人。年年山里都有人误碰照招，万万吃不得啊！陆姑娘别碰，这玩意儿真有毒，是山里最凶的毒草。你们说的毒根本不是真毒，只是皮肤过敏而已。过敏？没错，魔芋本身无毒，只是外皮汁液会让人皮肤发痒红肿，但只要将其处理干净，高温煮熟，就是顶饱的好粮食，比土豆还耐放。可从来没人敢吃这东西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我信姐姐，姐姐做的东西都好吃，都不会痛。我也信你，
陆姑娘，你敢做，我们就敢跟着干。之前蝗虫、土豆，全是你救了我们一命，今日我也信你。大家若是信我，今天咱们就把这些魔芋挖回去，再添一条活路。好，我们信陆姑娘，挖。这魔芋丝不仅看着好看，吃上去也比那树皮草根强100倍。来，你们谁先尝？软滑劲道，这口感比那蝗虫肉还带劲儿，而且半点毒性的涩味都没有。姑娘，这玩意儿若是拿到外头去卖，绝对是抢手货。那些没饿过的富家子弟，指不定当成什么新奇珍馐抢着买呢。孟叔叔，小宝也想尝尝。来，尝尝。好吃，像凉粉，又比凉粉好吃。让我也尝尝，我在前面，让我先尝。既然孟苍都这么说，那咱们就得抓紧了。光靠山里现挖的不够，得把这魔芋做成干货，才好往外运。大人，如今土豆种不下去，蝗虫日渐稀少，县衙存粮见底，唯有这墨芋是老天爷下雨送来的生机。我们如果能将其制成商品拿去卖，不仅能解眼前之急，更能为日后种土豆攒下本钱。言之有理，主簿。卑职在。你即刻统计好灾民，把身强力壮的编成2队，一队跟着孟苍继续冒雨进山挖魔芋，越多越好；另一队留在棚里，跟着陆之力学习魔芋的制作方法。是。这人手的问题好解决，只是这销路不用愁，这东西咱们这儿当它是毒草，可在外头，尤其是那些没遭过灾、嘴又馋的富家子弟眼里，那就是稀罕物。明日一早，我亲自带人驮上咱们这批刚做好的魔芋丝和魔芋干，去临近最繁华的锦城县试试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从未见过？是魔芋丝，今日我们新摊开张，前3位免费品尝。味道如何？味道如何？都是说句话呀！给本少爷来2份。我也要，我也来一份，来一份。陆之伟啊！姐姐，咱们今天纯收入416文。我勒个乖乖，就是没栽的时候，我也没赚过这么多钱啊！这还只是个开始。掌柜的，大事不好！那陆之卫竟把山里毒魔芋做成吃食了。魔芋，那玩意儿也能吃？不仅能吃，还能卖呢。听说那口感爽滑劲道，比凉粉还稀罕。那陆之卫今天在锦山县摆摊，一上午就卖了400多文。什么？本以为这场大雨能断了他的路，让他和那群灾民活活饿死在泥里，没想到他陆之玉竟有这种邪门歪道。掌柜的，照这么下去，他在清平县站稳了脚跟，咱们的粮价就算涨上天，也没人买了。先是蝗虫，再是土豆，现在连毒草都能被他变成金子。这女人绝不能留。掌柜的，您是说？去外面找个人，价钱随他开。最迟后天，我必须要看到陆之卫的尸体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来份魔芋丝。好嘞。再来一份。继续做，还有多少？全下锅。没了，最后10份都被你吃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你就是陆之卫，有人花钱让我废了你。废了我？谁啊？
你别管是谁，你只要知道有人要废你就对了。你吃东西没付钱就要动手，100文拿来。我没钱，这是我第一次接单，必须拿你一只手，回去好有个交代。你等我回了雇主再把钱给你。那我还有命拿吗？住手！这不关你的事，闪开！我吃了陆老板的菜就得管。慢着，怎么，你想陪他一起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黑叔叔，谁派你来的？我给你双倍的价钱，你去杀他好不好？江湖规矩，等我完成这单，再接你的单。喂，那可是我的祖传宝刀，你怎么能拿来切菜？多谢你仗义直言，这是我马上要推出的新品铁板土豆，你尝尝。多谢陆老板，不过赔钱就不用了，这份土豆已经足够了。这是什么神仙食物？也太好吃了！陆老板，这好东西你怎么到现在才拿出来啊？前连着下大雨，地里积水太重，根本种不了土豆。现在雨停了，土质干爽，正好能下地栽种。等种下的土豆长成，往后这种吃食管够。太好了，陆老板，我先预定5份，不10份。喂，有人在乎一下我吗？想要刀啊？拿钱来赎。这蝗灾一过去，摆摊的人也多了很多。可不是嘛，最近就连抓蝗虫的人都少了很多，大家都去种土豆了。不过我听说北边现在还旱着呢，那皇帝老儿整天愁得睡不着觉。这你都知道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婆婆，这鸡爪怎么卖？小姑娘，这爪子不卖，你要就端走吧，把盆还回来就成。这可不行，哪能白要您的东西？婆婆开个价，这盆我都要了。5个铜钱你拿走吧。鸡爪上没2两肉，不好处理，这里的人都不爱吃这玩意儿。婆婆，以后您这的鸡爪都给我留着，我每天来取。好的，小姐。哎，我再给你便宜一点儿。陆姑娘，你可回来了，累了吗？快喝口茶歇一歇。竟然是你，孟苍，拿绳子把他绑了。是。误会，我就是想拿回我的刀。刀？什么刀？大人爷爷，就是这把，切菜特别好用。对，那是我的刀。这把刀是哪儿来的？你认得这刀？10年前我失忆了，只记得这把刀似乎是别人送我的。像，和你父亲太像了。孩子，这刀是你爹的佩刀，整个大梁能使得动他的不超过3人。那年新帝登基，你爹霍萧奉皇命随李守山迎战北狄，他带着3000亲兵死守雁门关7天7夜，最后粮尽援绝，满门战死。可我为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没关系，也许是上天你忘记这段痛苦的经历。你爹和我是兄弟，今后你就好好住在这里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陆姑娘，今日之事实在对不住，是王记粮铺的掌柜出了高价让我杀你。又是他，既然大人让你留下，你就留下来吧。但有一点，不能吃白食，你的伙费得靠自己挣。陆姑娘，我可以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首先，先把那些鸡爪处理了。不错，处理得很干净。姐姐，这些菜叶子放进去能好吃吗？小家伙，才吃饱几天啊，就开始挑3拣4了。我保证，这鸡爪做出来比肉还香。哇，比肉还香！那姐姐，这鸡爪啥时候吃能吃啊？晚上。这玩意儿真的能吃？以前我家里穷的时候买过一次，又臭又硬又没肉，咽都咽不下去。不管了，
有毒的咱都吃过了，还能怕个鸡爪子？好吃，这东西酸酸辣辣的，越啃越香。真有那么好吃？这味道酸辣开胃，比下酒菜还下酒。陆姑娘，这鸡爪还有吗？我想再来几个。没了，本来打算明天拿去卖的，全被你们吃光了。这东西太好吃了，必须拿去卖，肯定比土豆和魔芋还好卖。那我明天多做点儿，不过就要辛苦你们多处理些鸡爪了。我来处理，多少都行。光会处理鸡爪可不够，我还要交给你一件更要紧的事。什么事？当然是去会会那位王掌柜。王掌柜，那个想买你脑袋的奸商，你难道想让我去剁了他？哎，当着大人的面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做那么暴力的事情？那你想让我干什么？剁了他，倒是便宜了他。我们要的是让他生不如死。你今晚去他粮店后院，不用见血，也不用放火，就做一件事，把他藏在东南角地窖里那3坛贴了黄标题的百年贡酒，给我换成加了料的井水。换酒？这能顶什么用？据我所知，这老狐狸仗着和宁王有关系，平日最爱显摆，每逢初1、15必请邻里富商来家中品酒，还吹嘘那是前朝贡品。但他们几个早就对王掌柜有所不满。你猜，若是这几个富商喝了贡酒后轮流腹泻，瘫在他家客厅出丑，这王家粮店的招牌还会有人信吗？那些富商能放过他吗？妙，这比一刀捅死他难受多了。陆姑娘放心，我夜里潜入，保管神不知鬼不觉，连只老鼠都惊不着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王怀安，你这个黑心的畜生！昨日那酒，定是你在里面下了肮脏东西，害得老夫一夜跑了10几趟茅房，差点死在那里面。今日若不给我等一个交代，我定要告到府衙，揭穿你囤积居心、以次充好的肮脏勾当。没错。我等平日念你供应粮米，多有照应，谁知你竟如此狼心狗肺！那酒里定是掺了污秽之物，想害死我等不成？赵翁、钱掌柜，您二位这话可折杀小人了。这酒是前朝贡品，我王家珍藏了10几年，连我自己都舍不得多喝一口，怎能掺污秽？定是有人暗中下药，陷害于我呀！陷害！哼！王怀安，你睁眼看看，这是上月你趁着我粮仓空虚，逼我签下的借粮契，3分利，还要拿我城东的2间铺房做押。我看你是巴不得我们这些老主柱早点死绝，好吞掉我们的家产。没错，如今这贡酒一出事，你倒想撇清关系，把屎盆子扣别人头上。我钱家在清平县经营数年，上头也不是没关系。别以为你扒上宁阳就了不得了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钱家上下所有粮米采买与王家再无半文瓜葛。呸！黑心肝的狗贼！这回是拉肚子，下回指不定是什么鸩毒。咱们生意场上容不得你这种心术不正，连合作伙伴都敢坑害的畜生。王怀安，你这地方，我孙家是不敢再踏进一步了。昨日的订单一概作废，定金我也不要了，就当是打发了叫花子。诸位街坊，都看清了，这王家粮店的100年贡酒，连赵员外钱掌柜吃了都上吐下泻。往后谁还敢买他家的东西？这哪里是卖粮，分明是卖毒药！天啊，这也太缺德了！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我的钱，我的路子都没了。陆姑娘，大喜事儿！听说今早好几个掌柜喝了王怀安的贡酒，都当众拉了肚子，气得当场就和王家断交。听说那老东西气得当场喷了血，现在正躺在床上哼哼呢。活该，谁让他先害我的？这就叫自作自受。陆老板，你今天怎么卖这玩意儿？鸡爪子这能吃吗？是啊，鸡爪上又没肉，还有股腥臭味，白送我都不要。独家秘制的泡椒鸡爪，全大梁独1份，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腥臭，我倒要看看有多难吃。
怎么卖的？给我来20个。一个2文钱，配菜免费送，一共40文。让一让，给我留10个，我付钱。小德子，那边是干什么的？这么热闹？好像是卖鸡爪的。鸡爪？这玩意儿又硬又臭，竟然也能吃？想必是乡下人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吧。你去，给我买一份回来尝尝。王爷，这可不行，您金尊玉贵的，怎么能吃这种粗鄙的东西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啰嗦这么多干什么？别忘了父皇交代的任务，咱们这次出来，就是为了查看各地受灾近况，体察民情的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来一份那什么泡椒鸡爪。好嘞。王爷，东西买回来了。区区市井鸡爪能有什么滋味？好吃，这东西竟比御膳房那些油腻腻的荤菜还合本王胃口。小德子，你再去买1大份，然后用冰镇着，打包严实带回宫中。王爷，您要带回宫？近日灾情四起，各地奏折不断，父皇日夜忧心灾民疾苦，茶饭不思。这鸡爪清爽解腻，开胃下饭，我带回去给父皇尝尝，兴许能让他多用2口饭。得嘞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这小摊主气质倒是不凡，看来要找机会好好查查了。若是身份没问题，带回宫里做个御厨也是好的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的皇神代言人吗？怎么巫师也馋这口了？巫师，你不是最忌讳这些污秽之物吗？怎么还偷摸着来买？我只是来看看这妖物又弄出什么幺蛾子，这等粗鄙之物，我岂会？不好，我们快回村子！快看河里，那是什么？好多红红黑黑的，在动！怪物！冒出怪物了！洪家水鬼上岸索命啦！我还在那边。怎么办？先别慌。鬼能这么容易被制服？这是活物。妖魔鬼怪也有能力强弱之分，难不成你认得他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大人，洪家水鬼出来了，咱们得立刻举行祭水。要是再让他胡来，水灾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该怎么解决？今晚抓上来，明天全部下锅。你认真的？大家别听他的，碰了洪家水鬼的人家里水灾不断，谁敢不敬神明，水鬼今天夹孩子，明天就冲屋。听他的，抓水鬼。是。蒜蓉小龙虾，麻辣小龙虾，我来啦！下锅就是亵渎！陆之问，你敢拿百姓的命试？得了吧，巫师！当初你还说蝗虫土豆不能吃呢，结果现在呢？没错，我还听说他偷偷去买陆老板的泡椒鸡爪吃呢。他能夹人就是活物，下锅就是食材。第2口锅起油。陆姑娘，这次要不让我先试菜吧？我还想说我先试呢。陆之味，陆试。都给你好日子。怎么样，小宝？辣吗？辣，但好吃。我也想吃。一时没事，不代表一直没事。得罪了洪家水鬼，你们小心遭天谴。哼！
等你们谁真的吃出了问题，可别求着来找我。三皇兄，父皇让你去体察灾情，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啦？当然是来给父皇送好东西吃了。那你可要小心一点，最近因为灾情的事情，父皇一直没胃口吃东西，现在正在里面发火呢。多谢小妹提醒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这食物保证父皇见了之后瞬间就能胃口大开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神秘？一群废物！各地灾情这么严重，竟然没一个人能提出解决办法。父皇息怒，朝臣无能，但天下之大，未必真就到了绝路。儿臣此次离京体察，倒是寻着个新鲜玩意儿，或许能给父皇解解闷，开开胃口。各地灾情如火，奏折堆得比人还高，你还有心思弄这些？朕如今见着吃的就厌烦，哪有心思尝新？父皇，这可不是寻常吃食，此物名为泡椒鸡爪，出自清平县一位奇女子之手。儿臣初尝时也觉其形不雅，没想到入口之后竟欲罢不能，这味道比御膳房那些油腻后味还要好上数倍。鸡爪，这等粗鄙之物也值得你这么夸？父皇不妨一试，若不合口味，儿臣甘愿领责。这酸辣劲儿倒是奇特，脆而不硬，鲜而不腥，确实开胃。这清平县，朕记得此地亦是灾区。父皇圣明，清平县此前蝗灾甚烈，然近日奏报疲少，儿臣特意去过，发现该县不仅未现大规模饥荒，百姓反倒颇有生气。儿臣打听得知，原因正在这位售卖鸡爪的女子身上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这女子先是发现蝗虫可食，后又在山中找到一种名为土豆的土疙瘩，既能饱腹，产量更胜寻常五谷。如今清平县百姓已在县衙组织下开荒种植土豆，灾情看似已初步失控。土豆产量几何？可堪推广。据当地百姓言，那土豆耐旱易活，埋土即生，1亩之地所获土豆足以抵上稻麦3倍有余。竟有此事！蝗灾之地反成富庶之源。老三，你即刻领人再赴清平县，不必回宫复命，就地详查。哼，儿臣遵旨。父皇居然在啃鸡爪子，那东西肯定好吃极了。陆姑娘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大事来了！难得见大人这么慌张，这是又出什么事了？朝廷派钦差来咱们县视察灾情，今天晚上就要到了。什么钦差？怎么来的这么突然？这人正是当今陛下的三皇子宁王啊！宁王？你不是说他和王掌柜？就是这样，我才担心啊！万一这王掌柜对宁王说些什么，咱们可都落不着好。哎，这也怪我写奏章的时候没注意。如今正值大灾之年，其他郡县都是饿殍遍野，唯独我在奏折里写的灾情可控，民心渐安。想必三皇子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来视察的。所以要我做什么？我知道陆姑娘是厨艺上的好手，所以希望今晚钦差到的时候，钦差到的时候由我负责接待是吗？不错，没问题。更好趁这个机会实行我的下一步大计划。好，好，好，今晚的宴席就设置在县里最大的洪庆酒楼，到时候我会让里面的厨师全力配合你。你需要什么食材，尽管说。泡椒鸡爪、凉拌猪耳、蒜泥白肉、热菜冷吃兔、干锅排骨、回锅肉、宫爆鸡丁、素菜酸辣土豆丝、蒜蓉石衰、汤菜排骨莲藕汤、甜品桂花糯米藕、凉热素汤甜，全齐了。这规格放在现代也是一桌像样的席面，放在大梁应该够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钦差们大开眼界了。这么快就写好了？暂且定好了，你先看看，若有要改的地方，我好提前准备。好，好，好，陆姑娘果然厉害，我果然没有请错人，单看着菜名就感觉一定好吃。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去酒楼一趟，
提前把菜试了，有哪里不合适的还能及时改。哼，好。呵呵。小姑娘，你是来做厨的，这里不需要主厨了，赶紧走。你是这酒楼的人？我守在门口，当然是这店里的人。识相的就赶紧走，我们店里已经有大厨了。陆老板，陆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那人冒充着酒楼的小二，看着像是专门针对我来的。背后的人这次没成功，不知道下次又会想出什么阴招。看来这次宴席，我得打起12分的精神。这位是赏荷店的主厨陆姑娘，今天的宴席你们必须全力配合她，明白吗？是。哼，他就是主厨，这么年轻哪来的本事？我可是御厨后人，做的菜都没入大人的眼，她一个女人能做出什么好菜来？哼！我劝你们怎么弄乱的怎么争正好，否则……哼！一个女人不在家侍奉公婆和男人，竟敢跑出来丢人现脸！兄弟们，都给我上！咱们一起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！我没法做菜没关系，可要是耽误了钦差大人吃饭，你们之中谁负得起责任？你给我等着！这两人多半是一伙的，一个在门口拦，一个在厨房刁难，配合的倒是默契。看来是有人铁了心不让我做这顿饭，我却偏偏要把饭做好。得先找人来试吃一下。放心吧，大厨，那药无色无味，只会让人肚子疼，别人想查都无处可查。今晚来的人可是三皇子，我哪敢做害人命的勾当？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那人而已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又是王家的人，该死！今晚来的钦差身份都不一般，哪怕只是集体腹泻，也足以闹出大乱子。孟苍，什么事，陆老板？官爷饶命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，我这也都是听我们掌柜的吩咐啊。有什么事情，先到县衙再说吧。这下我总可以安心做饭了吧？三皇兄，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上菜？要不是你和我说这里有大厨，我才不跟着你跑这么远呢。难道不是你自己死乞白咧跟过来的吗？殿下、诸位大人稍安勿躁，宴席菜式都是精心安排，讲究先凉后热，循序渐进，好菜都在后头呢。这是鸡爪子，怎么上这种东西？吴县令，你即便是找不到好厨子，也不必拿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来充数吧？张大人，你先尝尝再说话，别到时候自己打自己的脸。三殿下，这鸡爪子可是污秽之物，您怎么……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比宫里御厨做的还要好吃。这鸡爪真是太好吃了，张大人，你快尝尝，我不骗你。这还没吃多少呢，怎么就没有了？开胃凉菜过后是主菜，糖醋鱼、粉蒸排骨、咸烧白、红糖糯米饭、牙签肉、香碗，各位慢用。吴县令，今天这次晚膳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一次，你能不能把背后的大厨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？比御厨还厉害的人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。我就是今日的主厨，陆之卫。竟然是个女子，而且这么年轻。这些菜全是你一个人做的，陆姑娘，不知现在可有东家？来我家做主厨吧，一个月给你开20两。来我家，来我家，来我家10两，来我家，我开50两。
我家10两，火包吃住。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争了，一个个腰包里那点银子还不够陆姑娘塞牙缝的。要抢人，也得是本王先抢。三皇兄，你抢人也不能这么霸道呀，好歹让陆姑娘自己选。承蒙各位大人抬爱，只是知位志不在此。我今日本是为解清平县灾情而来，若只为一人一家的灶台忙碌，未免大材小用。不为一家，那你这身手艺，难不成还想开酒楼不成？开酒楼格局也小了。知位有个构想，叫做美食街。啊，美食街？正是，所谓美食街，就是将各色吃食汇聚一地，不只是今日这一桌菜，日后还可有早点铺、夜宵摊、点心房、汤水档，百姓不必挨饿，还能有营生可做。好一个美食街，好一个陆知位！诸位大人若觉得这路子可行，不妨出资入股，我出技术出菜谱，大家合力经营，按股分红。这美食街既可安顿流民，又可长久盈利，比起聘我做个厨子，岂不是划算得多？按股繁行，这听起来倒是新奇。陆姑娘，你这心思不止在灶台，更在天下生计啊！本王可以入股，银钱不是问题，甚至可以奏请父皇将这美食街的模式推广到各州各县，以解饥荒。但本王有个条件，你须将土豆的种植之法毫无保留献于朝廷。殿下此言正合我意。土豆本就是为救天下苍生而生，知位岂敢私藏？种植之法，我可立字为据，即刻献上。好，有气魄，既为国为民，本王自然依你。今日这席面值了。来，陆姑娘，这杯酒本王敬你，敬这美食街，也敬这能活命的土豆。姐姐，你怎么做的每一个东西都这么好吃啊？明天开始我也要开始学做饭，长大了像姐姐一样做这么多好吃的。你这孩子净说傻话，陆姑娘那是天赋，你一个小娃娃连锅铲都拿不稳呢。不嘛，我就要跟姐姐学。跟我学？那刚好，姐姐正要告诉你一件大事。今日我与宁王殿下达成了协议，我们要在青城县建一条美食街。啊？美食街？难道是你之前说的要把摊子连成片？不止，是要让咱们县里变成一个到处都有好吃的，大家都能来挣钱的地方。不光是我们自己做，还要教更多人做。以后抓蝗虫、挖土豆、采魔芋的都可以变成美食街的供货人。辽民来了，有口饭吃，有力气干活，还能学门手艺。陆姑娘，你是说咱们以后都不用饿肚子了，还能靠着这个养家糊口？正是。所以事情多了，我一个人哪忙得过来？小宝，你能来帮姐姐的忙吗？小宝帮忙，我力气大，还能认得清哪些虫能动，哪些不能动。小宝，姐姐需要的不是你现在这点力气，姐姐需要你读书识字。读书？对，美食街要做大，得记账，得算账，得看懂各地的来信，将来还要把我们的土豆、魔芋卖到更远的地方去，这些都需要识字明理。姐姐希望有一天你能帮姐姐管着这条街，管着这些账目，甚至管着更多的街道。可若是不识字，这些事你都做不来。小宝想帮姐姐，小宝读书。陆姑娘，你就是我们娘俩的再生父母。李大娘，使不得，教小宝读书也是为咱们美食街培养人才。嘿嘿，那陆姑娘，我干不了精细活，但我力气大。美食街要是盖房子搬东西，我带头干。谁敢捣乱，我这拳头可不认人。大人，今日抓到的王家下人审得如何了？那死骨头软全招了，纵火下毒，都是王怀安在背后主使的。这个王怀安3番5次加害于我，我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。可是这王掌柜背后传言有宁王撑腰，咱们贸然拿人，会不会……大人多虑了，
现在宁王殿下已经同意和我一起筹备美食街。若王掌柜当真深得宁王信任，他肯定早就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。但现在既然他还是愿意和我合作，无非只有2种情况：一是王掌柜一直假借宁王名号在外狐假虎威，二人本就毫无交情；二是王掌柜如今已经成了弃子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咱们都不需要害怕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现在就派人捉拿他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王怀安，你指使酒楼大厨在钦差饮食中下药，意图构陷朝廷命官，扰乱赈灾大局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装聋作哑！大人慎言，什么下药，什么人证？分明是那陆之卫妖言惑众，攀咬于我。我王家世代经商，同走不期，岂会行此卑鄙之事？人证物证在此，休得你胡言！来人，拿下！冤枉！我是清白的，你们敢动我，宁王殿下不会放过你们！还敢提宁王？你干那些脏事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开仓，粮食登记造册，按户分发。若有敢私吞抢夺者，严惩不贷。粮食真的是粮食啊！我有种子了，开春我能种地了。这叫没粮！我家地契还在赵家柜上，他们说没粮，让我儿子拿田换。现在这满仓的粮食是什么呀？抢，这是他们欠咱的，凭什么拦我？我娘就是因为他才饿死的。正因为欠你们，才要一个个拿到手。你若是抢了，后面的人就没了。如今蝗灾才刚刚过去，谁家不缺粮？哼，即便粮仓开了，也得有人管。他们乱抢一通，谁都别想吃。所以大家都要排队，妇人、病人家属先来，按每户人头领取。你来盯秤，谁敢多拿多报，直接取消领粮资格。多谢神女。姐姐，去书院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这是给老师的束修，每个学生都要交的。那这读书也太费钱了。所以你要好好读书，别辜负这些银子。书院种地，闲杂人等不能入内。啊，陆老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想带小宝来书院念书，也不知道现在清风书院还收不收学子。收，当然收，我和山长最熟了，我带你们进去。那就多谢了。陆姑娘，并非老夫不肯收，实在是这书院乃清修之地，不收女弟子乃是祖制。为啥收了？这玩意儿是给老夫带的吧？这冷吃兔是给小宝未来的先生准备的。既然书院不收人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冷吃兔是兔肉？虽然规矩不受女弟子，但是女孩子到我这里插班学习的也有不少。山长的意思是？我可不是为了你这点美食，我是敬佩你屡战于危难之际救民于水火，这才破格答应让你这小女娃入学的。学生拜见老师。多谢山长。不客气不客气。现在你可以把那什么冷吃兔拿出来了吧？当然，这本就是为您准备的。这冷吃兔比我平日吃的炒兔还好吃，麻麻辣辣，还有点甜滋滋的。小丫头，你到底得了谁的真传？好吃您就多吃点儿，这是这次的新品，还没拿出去卖呢，先想着您呢。懂事，以后出新品了，都第一时间给老夫尝尝。那是当然。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一切顺利，小宝明日就可以入学了。姐姐，等我学会了字，以后美食街的招牌、账本全包在我身上。以前只盼着他能活着，哪敢想还能进书院念书。陆姑娘，你是我们娘儿俩的恩人。那我可就等着看我们小宝的大本事了。
陆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半个时辰前收到的，宁王殿下亲笔，说王怀安虽有过错，但念其昔日威功，着令我将他从轻发落，当堂释放。什么？人已经放了？宁王有令，我不得不从啊。据我观察，宁王殿下不像是这么是非不分的人。大人，这信来的蹊跷，我即刻修书一封问一问宁王殿下。若这件事真的是他的意思，我陆之卫无话可说；若是奸人作祟，哼，我定要让那幕后之人付出代价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送信。看来还是要尽快把美食街搞起来，这样即便有朝一日离了宁王，我也有能力自保。左边抬高点儿，对，这根梁桩得立稳了，以后这可是咱们清平县的脸面。娘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学的字。好，好，咱们小宝写得好，继续努力，争取美食街以后的新店开业，全都让你写招牌。陆之卫，好一个陆之卫，断我粮路，夺我粮仓。如今还要盖什么狗屁美食街？真当我王家是泥捏的，任他拿捏。掌柜的，咱们还是别动手为好。听说这个美食街，宁王殿下都入了股，咱们若是明着来，恐怕……什么？你说宁王也参与了？那又如何？我这次出来，不就是宁王殿下作保？可见宁王殿下更看重的是我。况且他陆之火能耐，能挡得住天灾，难道还能挡得住人祸？今晚子时风大，你亲自带人把那几桶最好的油泼在刚搭好的架子底下。掌柜的，这油一泼，这半个县城都得遭殃啊！遭殃？没了他陆之印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去办，办成了我赏你500两。若是办不成，你也别回来了。是。快点，破透了，一根木头都别放过。对不住了，陆之卫，要怪只能怪你得罪了掌柜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快来人啊！不好，是美食街。陆姑娘，着火了，咱们的铺子。孟苍呢？其他人呢？都在救火，可火太大了，根本扑不灭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宁王殿下要是怪罪下来，怪罪大人，先想想是谁干的。这火来的蹊跷，火油味顺风飘来，隔着半条街都闻得到。这是有人要置我们于死地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救火！封锁四周，给我搜，抓到纵火的，格杀勿论。所有人分2队，一队救人，一队提水救火。都别慌，水往火头最薄弱的地方撒。东西先不要了，人命要紧。有人，快往墙边跑！我就是路过，我啥也没干。路过的人会带火折子。抓到人了没有？抓到了，大人，是王记粮店的管家。我之前去那里买米的时候见过。说谁让你烧的？说清楚，给我们个交代！饶命啊，大人，我也是痛命行事啊！王老爷只说让我们烧街，没说还有人守夜啊！狗贼，烧了我们的活路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都别乱来，交给县衙处置。陆之卫，大人，乡亲们说的对，这王掌柜3番5次暗中使坏，处处断百姓生路，早就该重重惩处。陆姑娘，这我又何尝不知？只是这王家传言背后站着宁王殿下，若是贸然拿人触怒了贵人，这清征县怕是要翻天。大人，难道我们就这样任他这样的坏人作恶吗？今天这火要是没控制住，遭殃的可不止这一条街呀！
罢了，若是宁王怪罪，本官便如实禀报，就说是为保全殿下产业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把人押回衙门，明日传王继良过问话。老爷，没成，他们那边早有准备，不仅安排了人守夜，就连水缸都是满的。横边和清了空地，王管家他们那边的火刚起，守夜的就敲盆了，王管家也被抓了。你个吓什么？他还当着满街人的面喊出了还这么王家的名字身上，可那是纵火罪啊！我可听说县衙那边明天就要过来拿。吴县令那胆小鬼，借他10个胆子，他敢动我王家一根汗毛？别忘了，我背后的人可是宁王殿下。明天升堂，好，我就让那姓陆的丫头看看，谁才是这清平县真正的主人。威武！传王怀安上堂。参见县令大人。王怀安，陆之义控告你指使下人纵火焚烧美食街，证据确凿，你可认罪？大人莫听这妖女胡言，我王家世代当商，同走无亲，岂会与纵火之事有干？大人，昨夜纵火，见是王掌柜的管家亲率人手所为，意图烧毁美食街，断我清平县生路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容不得他抵赖。既如此，就先传人证吧。带人证上堂。老爷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你自己做出这样的丑事，还有脸让我救你？大人，我这可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啊！休得胡言！大人，这狗奴才定是受了陆之卫的蛊惑，或是被他收买，妄图攀咬于我以求自保。此等背主忘恩之徒，其心可诛。按律当斩立决，还请大人明鉴，严惩恶奴，还小人一个清白。清白？哈哈哈，好一个清白！老爷，我王父跟在你身边20年，为你放印子钱逼死过多少条人命，为你囤积饥荒饿死过多少灾民，为你打通关键送出去的银子能填满这县衙的大堂。如今你为了自保，就想把我像块破麻布一样扔出去顶罪。疯狗，休要在此血口喷人！大人他疯了，他胡言乱语，快将他拖下去！血口喷人！我手里这账本，每一页都记着你的罪状，哪一桩不是你亲手下令？哪一笔银子没进你的私库？3月17，强占西街李姓田地，致其自缢，贿银500两。4月22，哄抬米价，勾结官府，获利纹银3000两。你竟敢！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即便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我背后有宁王撑腰，尔等谁敢动我？是啊，这才是关键。只要宁王一句话，这账本便是废纸。大人，宁王来信。宁王亲笔所言，经查，王氏粮店与王府并无干系，其倚仗之势力，乃府中一管事假借本王之名，在外招摇撞骗所为。现该管事已交由王府处置，王氏所作所为皆系其个人妄为，与王府无干，着急待彻查，严惩不贷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掌柜的，你也有今天吗？可你到头来还不是被另一个奴才给耍了？这就叫天道好轮回啊！铁证如山，王爷亲断。王掌柜，你纵火谋杀、囤积居奇、残害百姓，罪证确凿。本官判你流放3000里，即刻押送，永不回籍。所敛钱财，悉数用于重建美食街。好香，这烟火气比那冷清的皇宫倒是自在多了。三皇兄，这里也太热闹了，各式各样的吃食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见过殿下，见过公主殿下。陆姑娘心思缜密，仅凭一己之力盘活整片地怪，实在难得。殿下过奖，美食街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我们在场所有人都功不可没。当然，殿下您更是占大头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这些话我在宫里听得够多了。陆姑娘，此番前来，一是专程尝尝街上各色美食，二来是替父皇送来御赐匾额，表扬你造福百姓之功。民女谢陛下隆恩，谢殿下专程相送。快寻个稳妥木架，将这御赐匾额高悬街口正中，让来往的人都看一看。神女，真的是神女啊！自从神女来了，咱们先是吃蝗虫熬过了蝗灾，后来又是土豆魔芋救了满城性命，如今这美食街更是让家家户户都有了营生，日子比受灾前还要红火。陆姐姐，快带我看看这美食街吧！我在宫里的时候就惦记着你做的吃食，今日总算能好好吃一顿了。没问题，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尽兴。陆姐姐，那个是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吃过？那个叫麻辣小龙虾，因为上次做的宴席，所以没有上这道菜。魏三，你帮我买一份回来。是。
姐姐，那个又是什么？那个是烤冷面。烤冷面，魏三，这个我也要。是。陆姐姐，烤面鸡。臭豆腐。陆姐姐，冰粉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再也吃不下去了。你个贪吃的，这街还没走一半呢，肚子就先撑破了。没办法，谁让陆姐姐会做这么多好吃的呢？这清平县从之前蝗灾肆虐、饿殍遍地，到现在的富庶热闹，陆姑娘你功不可没啊！可不是嘛，谁能想到呢？半年前咱们这儿连老鼠都不敢出门，如今这街上天天像过年。前2天张老汉说，今年开春他一人能种3亩。客官，里面请。东西是不错，可这外面的路也太难走了，一下雨，满脚烂泥，轿子都进不来。今日怕是最后一次来了，太遭罪。是啊，老爷，您看这鞋面上都见了泥点子。这3个月，美食街各家铺子拢共上缴分红13000两，刨去给各位大人、股东的分红，以及日常修缮、采买之资，净余现银还有5300两。5300两，乖乖，这可比县衙1年的税银还多上1倍不止啊！陆姑娘，你这美食街简直就是个聚宝盆。现在咱这街上，哪怕是卖个烤面筋小摊儿，一天也能挣上100文钱。慧贤的魔芋铺子都快赶上个小地主了。可不是嘛！以前我家小宝连口米汤都喝不上，如今顿顿有白饭，还能隔3差5炖只鸡，这日子做梦都不敢想啊！慧贤，孟叔叔，实不相瞒，我早就跟他表明心意了，等诸事安稳下来，明年挑个好日子就成亲。那我以后是不是要喊你爹爹啦？小家伙愿意喊就喊，不愿喊也无妨。我愿意，有爹爹护着，我和娘往后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。好。既然孟苍和慧仙姐的好事将近，咱们这美食街的根基也更稳了。不过我今日叫大家来，是想说另一件事。关于这笔钱，我有个想法跟大家商量。我打算这笔钱拿出来，把县里通往美食街的那条路好好修一修。修路，我同意。最近来街上的客人都念叨这条路难走，雨天一身泥，不少远路客商都嫌折腾，不愿常来，早该好好修整一番了。孟苍说的没错，如今美食街生意虽好，但外头那条路实在碍事，客人们嫌弃路不好走，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长此以往，这好不容易聚起的人气，怕是要散。这修路非同小可，需耗费巨资，县衙库房……大人，我出资，这些足够修一条从县城直通美食街的路了。陆姑娘，这可是你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。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能用它让这方百姓过得更好，让这条路四通八达，才是它最大的价值。大人，动工吧。好，有陆姑娘此等胸怀是本官的惭愧，本官即刻下令征召民夫，开工修路。不过咱们要修个什么路呢？是沙土、碎石还是石板？都不是，我要修的是一条水泥路。水泥路？出什么事了？别生气，李守山不是莽撞的人，外面一定出事了。这是清平县。陛下，你看这路宽的不像官道。大梁境内竟还有这样的乐町，这地方想都不敢想，怪不得老三和宁乐隔三差五的要往这儿跑。这是什么材质？硬得像石头。李守山，是。这硬度，要是用来筑城修路，我大梁岂不是又多一份保障？这叫马路，是咱们青城县的神女陆姑娘领着大家修的。陆姑娘，陛下，看来这陆姑娘的确是个奇才。只是边界就已经如此繁荣，我真好奇这个美食街究竟是什么样了。那咱们就赶快出发吧。行人2两，骑马5两，在窗口这里缴费，只收银子，不银银票。这是官道，官道凭什么收费？客官，别为难小的，这路是陆姑娘集资修的惠民路，养护不易，过路收费。您要是不想交，绕道也行，就是那土路泥泞，再走2时辰也进不了城。好了好了，给你，别跟陛下，别跟我家老爷一般见识。反了天了！这陆姑娘好大的手笔，竟敢在官道上设卡收费！
待朕见了地方官，定要好好问问。小二，点菜。客官，您想吃什么，直接用这炭笔在菜单上圈就是。哦，这点菜方式倒是新奇。这每道菜上竟还画着画。陆神女说了，这叫食物图，客官们看了之后也好知道想吃哪个菜。有意思。掌柜的，这牛肉从何而来？可知我大梁律法，私宰耕牛者死。哟，客官是外乡人吧？这您就不懂了。这牛啊，不是耕牛，是咱们陆姑娘培育出的肉牛，不打犁专赏肉，吃的是秸秆，长的是柿标。县衙特意批了文书，允许陆姑娘设肉牛院，专供美食街使用。您放心吃，合法着呢。是吗？那就来一份这牛肉做的面吧。好嘞。客官，您的2碗牛肉面好了，慢吃。这陆修的如此硬实，也是那陆姑娘的手笔？那可不，陆姑娘说了，这叫水泥路，比石头还硬。还有那美食街，原先就是个乱葬岗，陆姑娘一来变戏法似的，家家开铺子，户户有营生。您说神不神？听你一直说什么陆神女，这神女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客官，您打听这些做啥？莫不是朝廷派来查账的？得，您慢慢吃，小的还得忙活去。没想到这里的人警惕性还挺高。掌柜的，外面那人一直在打听陆姑娘的事，我看他不像本地人，也不像普通食客。什么？那敌国探子，这可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伤害陆神神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掌柜的担心那人是敌国的探子，所以才让我来向县令禀报。哦，敌国探子有意思，我和你们一起去看看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大胆狂徒，竟敢窥探我青阳县机密，给我拿下！让本王看看这敌国探子长什么样啊！父皇，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微臣有眼无珠，不知陛下驾到，罪该万死。起身吧。父皇，你怎么来了？前2天不是还说这小地方没什么看的吗？总不会是馋上次我带回去的小龙虾了吧？朕微服私访，不想惊动地方。这牛肉味道甚佳，这路也修得好。三哥，父皇都紧张的胡言乱语了，开始。还不都是你害的？上次他让你多带点吃的回去，你死活不愿意，他肯定是也馋了。不怪我，我每次都带很多的，只不过是路上又忍不住吃完了嘛。陆之味何在？草民便是陆之味。好一个陆之味！不仅献出土豆，发明这水泥耨牛，都是利民利国的举措啊！朕今日亲见，清平县已成我大梁典范。朕现在封你为汇丰郡君，赐黄金1万两，专司推广新农技、新食法。这清平县即为天下第1食邑，着宁王督办，将美食街模式、水泥修路法推行全国。叩谢陛下恩典。穿越过来拼死求生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没想到最后救活了一整座城。前路坦荡，烟火寻常，我的新生活从这一刻真正开始。